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日晚间20点1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因为是五一劳动节，所以 A 股不开盘，美股嘛将要在今晚9点半开盘啊。但是呢，美股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啊，一波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油正在生发出来。首先呢是悟空阴线啊，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日线级别上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那它就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这个唐僧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认为会到达32000点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下跌趋势，那么周线级别上同样是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油，那它的目标位将要到达120周均线的这个位置，也就是31000点这个位置上啊。最终呢，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轮熊市当中，在这轮反复加息的熊市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局面，最终完成它在月线级别上的下跌细油。月线级别下跌细油呢，目前处在八戒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完成月线级别下跌细油，它的目标位呢，我认为是在27000点啊，27000点啊，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个月线趋势上、周线趋势上和目前日线趋势上啊，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我给出的一个周线啊、日线还有月线的目标点位。那回到我们比特币行情上啊，比特币的行情目前走势非常清晰明了，清晰在哪儿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用紫色方块画出了它日线级别的一轮下跌细油，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那日线级别下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它的起始位置是在47500美金附近，你也可以理解为48000，这个无所谓。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在去年8月和去年12月份构成的筹码密集区。反弹过程当中呢，没过48000啊，到达48000之后，随即回打下来之后啊，形成了3月31日的这根悟空阴线，随后呢出现了八戒阴线。八戒阴线呢，我们看到了八戒阴线跌破了44000美金，这是一个牛熊分割的一条线。牛熊分割线啊，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了前面在3、4、5月份，去年3、4、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就在44000点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在4月6日跌破之后，行情就出现了一个下行的趋势。这个下行趋势呢，刚开始是日线级别的，这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在4月11日出现。那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了3月31日出现悟空阴线，那4月11日出现唐僧阴线，构成了一轮啊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油。这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油出现之后呢，我们在4月11日以后的震荡啊，这轮震荡呢是围绕着唐僧阴线所发生的震荡，那我们管它围绕唐僧阴线这些震荡呢，都叫妖怪 K 线。唐僧阴线呢，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啊，那在4月26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根标志性的阴线呢，有别于唐僧阴线的势力范围啊，和唐僧阴线的势力范围有所区分。我们管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日线级别下一个周期的悟空阴线。所以呢，你看这个行情当中啊，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一轮下跌细油，同时呢出现了日线级别第二轮下跌细油的悟空阴线。所以呢，这轮行情呢就有可能继续下跌。这个下跌呢是日线级别第二轮的下跌，第二轮次的下跌是以4月26日的这根阴线为起始阴线，为悟空阴线的下跌过程。那么现在的反弹呢，正处在这个4月26日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啊，我们用这个红色圈把它标识出来，这就有可能引发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那我们的目标位是哪儿呢？我们的目标位啊就在35000美金，就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的目标位，同时也是周线级别能够出现周线级别下跌细油的一个目标位啊，它这两个目标位啊是重合的。
都指向了同一点，也就是34500到35000美金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点位。这个点位呢，是由去年1月份至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我们看啊，这红色线我画出来了，波谷连线啊，去掉很多针，去掉最低点之后，连接过来之后，在34500到350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强的支撑。这个强支撑呢，如果发生跌破，那么比特币将迎来更大一个时间级别的下跌，也就是我们说的月线级别的下跌过程。那月线级别下跌呢，已经开始发生了，在去年11月份啊，出现第一根阴线开始已经发生了。那目前呢，比特币的月线级别处在一个杀僧位震荡的这个位置上，这个震荡呢是从今年1月份至今一直围绕这个杀僧位做的月线级别的震荡。如果一旦跌破35000美金，那月线级别的下跌犀牛将会最终出现我们会看到一个很低的价格。如果出现月线级别唐僧阴线之后，我们会看到比特币跌破35000美金之后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低一些的价格。那么这轮行情熊市行情我认为比特币会跌到15000美金以下这是我们最终的这轮熊市的一个目标位。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是那个熊市的目标位呢？因为上轮行情当中，比特币的价格跌了85%，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跌了85%。那这轮行情呢，如果跌80%，2714最高点是68958嘛，然后乘以20%，2714，14000美金，你也可以理解为15000美金以下就这个目标点位。做空的这个目标点位，最终的目标点位你就可以这样理解一轮熊市行情，比特币将要跌80%，那它只剩从高点乘以20%的价格那就是14000美金附近也就是15000美金之下。那有了这个熊市的思维之后你知道你要做的目标你要做的方向，你要做的趋势是下跌趋势，是做空的。那行情当中一共只有3个东西我反复说了这几点，一个是趋势，一个是你进场的位置，再一个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对吧？那如何控制仓位呢？如何介入这个行情呢？我说了，在这个波动区间在比特币目前处在38600美金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找到4小时级别上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了是由一个箱体构成的。这个箱体的骨架呢，我画出来了，用黄色线画出来了，是由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连接而来的。那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中轴位置，我用白色线画出了它的中轴的位置。那这轮行情呢，是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构成的，那第2轮呢还没有生长出来。我们可以在4小时级别上通过这个结构来找到它的一个进场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由中轴线，也就是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筹码密集区。那如果这轮反弹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目标位将要到达4万美金附近，也就是4万美金附近是一个我们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如果这轮反弹没有到达4小时级别，发生1小时级别的反弹的话39000美金是我们进场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轮行情，这轮反弹目前正在反弹趋势当中。这轮反弹我们有2个反弹过程当中进场的位置，一个是39000，一个是4万。那这2个位置呢，你都可以进场空头都可以进场一部分仓位。但是呢，行情是波动的，如果出现新的低点，如果跌破了37000美金它出现新低，在出现新低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37500美金进场空头。如果在37500美金进场空头趋势的话，你的止损就要低一些，就要在38500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位。那无论你怎样进场空头趋势，行情都会带给你或可能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样进场都要设置止损，我们要分布式进场，同时要在每个进场的时候，每个进场的仓位上都要考虑一定的止损，这样才能在行情当中保证以小博大，而不是在行情当中以大的损失去换取小的利润。
那在这轮趋势当中啊，我们认为下跌空间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还是认为啊，在这轮行情当中继续保持空头的一个趋势获利是较好的选择，是在这轮行情当中能够获利的一个选择。那以太坊啊，我在日线级别上我画出了几个方框，这个方框啊我给出来的非常明显，大家可以拿来截图嘛，可以拿来用。这轮方块呢，就是日线级别下跌细油以标志性阴线为起点的4组方块组。那我们看到了，分别是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那么这轮下跌细油啊，完成了日线级别下跌。同时呢，我在行情分析当中说了啊，白色线也就是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700点3700点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这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油最终呢，有可能放大到周线级别的下跌。如果发生周线级别下跌细油呢，周线级别下跌细油目前处在沙僧位也就是类似我们人生多震荡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第3组周线级别的下跌阴线这个位置上。如果再次下行的话在本周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油的目标位将要到达2600美金，这个位置跌破的话以太坊的下跌空间将持续打开。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3600美金是这轮行情从去年2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如果跌破的话，将要发生月线级别的这轮下跌细油。而目前呢，我们处在一个月线级别下跌细油的一个8戒的这个位置上以太坊是处在一个8戒的这个位置上和比特币不同，比特币是处在月线级别下跌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那以太坊处在8戒的这个位置上，那月线级别下跌就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们可以看到月线级别下跌最终可能出现低于1400美金的一个价格。那以太坊呢，上轮行情当中跌了95%，那这轮行情当中我还是认为以太坊最低点会在500美金之下如果它跌90%以上的话，会出现在500美金以下的一个低点。昨天我说了 APE 和 GMT 这两个山寨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首先呢 APE 它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在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细油之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细油分别由悟空 K 线组、八戒 K 线组、沙僧 K 线组和唐僧 K 线组。那唐僧 K 线组4小时级别的唐僧 K 线组跌破之后，它就容易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这种日线级别的回调就完成了就把它的这个上涨趋势完全跌破了。那 GMT 和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我们再拿回来 GMT， 我们怎么看呢？ GMT 它在前面一轮行情当中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油，分别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然后4小时级别回调，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然后黄色线的这个4小时级别回调。那么当前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它正在走这个第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油，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分别由4月18日悟空阳线，然后4月19日八戒阳线。八戒阳线目前仍在存活当中。那八戒阳线的存活是以什么为标志呢？是以日线级别八戒阳线的开盘价日线级别开盘价是 3.19 美金。所以呢，我说如果GMT 不跌破 3.19 美金我昨天说的是 3.3 这非常接近了不跌破 3.19 美金，不跌破 3.3 美金，在这种趋势下它就有可能继续上行，出现第3轮的什么呢？第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油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最终可能会导致GMT 的强势行情上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级别的上涨分别是周线级别悟空、八戒、沙僧、唐僧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呢，它还有可能走到6美金附近，也就是我认为它周线级别上涨细油的一个目标点位。那目前呢，虽然GMT 出现了回调，同比特币、同以太坊、同 APE 的
它的回调，但是呢还是没有跌破，在4小时级别上还是没有跌破。目前来看，它在这个收敛结构上，我们看到啊，波谷连线收敛结构上仍然存在支撑，它一直围绕这个支撑位震荡啊，一直围绕这个支撑位震荡。所以呢，我认为啊 ，GMT 和 APE 这两个非常强势的在币安平台上的两个币种，那 GMT 啊还是有希望，那 APE 呢目前的回调幅度过大啊，因为它可能出现了一轮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的话，对称性的上涨，日线级别的上涨，对称性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它的一个强势就不存在了啊，就不存在了。那 GMT 呢？还有 GMT 目前没跌破 3.3， 没跌破 3.2 之前还有这个机会啊，还有这个周线级别上涨的机会。所以呢，我认为你如果在之前进入到 GMT 的这个行情当中的话啊，这里有单据的话，有单子的话，或者是现货的话，你可以等待一下啊，但是一定要把止损设置在 3.3 或者 3.2 附近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微信，感谢大家，再见。